高温天气过去，把已经长根的高压桩材裁下来。这棵榆树是今年4月30号高压的，榆树高压1个多月就开始长根，但高压一定要等树根转为深色再裁下来。下面的这个主干，等以后放盆的时候再把它裁掉。这棵榆树是从裁下来的树根开始培育的，准备是做一棵高干造型。这个粗度已经达到，对牺牲枝做高压可以达到物尽其用。现在还可以做一次高压。黄柏口一定要整齐，深度要达到木质部分，皮层要剥离干净，刮掉形成层。高压培育几个月节流不长根的，检查一下黄柏口是否有皮层连接，把剥离的部分再用刀刮一遍。结口部分修正好，等树根长出来，结口愈合，这个桩就成了半成品。黄柏口要保持洁净，不要抹任何东西。对杂木树种高压是即剥即套杯，可以对高压的桩材进行基本定型，也可以经常修剪。榆树在透背后不要立马浇水。这个桩当初是按5干丛林造型高压的，栽种前要对桩材做一次裁剪。这是所有的桩材，尤其是下山桩培育中的关键。裁剪前先收通空间，所有的树干露出来。对丛林桩材的裁剪，裁桩先确定主树及其他配属在空间上的分布，树干分布呈不规则的几何形状。丛林盆景要求每一棵树有不同的粗度，而且有高低之分。像这种枝干部分不要留得过长，降低过渡点，树干整体在曲直变化上才会协调。像下山桩，在取舍的时候，把枝干部分留得过长，就会留下很多遗憾。枝干留长留短，在蓄养上花的时间都是一样的，但结果不同。把这些树干的过枝部分都裁短。过渡点修正好，抹上愈合剂。裁剪后，每棵树的过渡点要形成不同的高度。高压桩材有一个培育树根的过渡期，不要直接上盆，先把树根养好。用这种排水好的盆先种养半年，不要弄散土团。看看这些根系的生长，树根转为深色，在断奶后才会具备充足的吸收能力，维持桩材的正常生长。底部要垫上粗颗粒土，用沙子土或者是颗粒土种。榆树不遮土，但种养的时候一定不要掺营养土。榆树没有修剪树根，种好后浇足水，放在被阳的地方养半个月就会发出新芽。对这个树桩做了一个初步设想，构图是建立在这个桩材原有的特点上。感觉盆景造型难在什么地方？表面上看是裁剪的问题，关键还是缺乏设想。看中了某一个桩材，实际上是发现了它某一个特点，只是你没有对这个桩材的特点去充分想象，用图把它表示出来。有一个基本的构图，就会有一个桩材培育的方向，尤其是枝干蓄养中的曲直变化和粗度的把握，就会做到心中有数。我是山泉浓茶，感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